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星陨阁、丹塔、花宗以及焚炎谷四大势力宣布结成天府联盟。这个消息一出，整个中州瞬间被炸得沸腾。所有人都知道，一个足以在实力上匹敌魂殿的新兴超级势力，终于再度在中州诞生。不少宗派势力也都开始动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心思。在消息传出的第3天，不少大小势力的首脑全都奔向星陨阁。来的这些势力中，有一大半都是墙头草，因此这种老鼠屎绝对不能收。不过这些事并不需要萧炎操心，药老已经火急火燎地将在外处理事情的风尊者召了回来。风尊者虽然实力和声望比不上药老，但管理的事却比药老强上太多。风尊者回来后，星陨阁大大小小的事务都被他处理得井然有序，一些经过严格选拔的势力也都成功加入了天府联盟。这段时间中，四大势力之间的空间虫洞也都已经构建完成。天府联盟中还成立了专门的情报堂，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探查魂殿在中州上的所有分店甚至主店的位置。短短半个月的时间，萧炎他们就探查到了魂殿的2座分店。萧炎按耐住自己想要血洗魂殿的冲动，现在和魂殿正面对上，那必然是一个鱼死网破的局面。毕竟魂殿之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魂族。如今联盟才刚刚开始，他们需要悄悄地凝聚力量，等待最后的反扑。在探测魂殿据点的同时，联盟还挑选了一些强者组成小队，平日巡逻联盟区域，一旦有求救信号发出，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。这种专门性的保护让丹塔的炼药师们大感欣慰。药老猜测魂殿一直没有动静，应该是在等9个月后的净莲妖火出世。萧炎眉头一皱，妖火出世的事魂殿怎么会知道？净莲妖火并不是第一次降世，那些传承久的势力都有着记载。萧炎有些无语，手不自觉地摸了摸额头。要是他脑海中那团异样的光团没什么作用的话，那他真的就要无语死了。药老让萧炎多做准备，魂族肯定会派遣真正的强者前去抢夺妖火。彩铃身为七彩吞天蟒，只要有足够的能量，很快就能达到半圣。药老说九幽地冥蟒族的九幽黄泉可以让彩铃淬炼肉体，若是机缘足够的话，身怀9彩原石的彩铃说不定能进化成9彩吞天蟒。药老看向萧炎，他想收服净莲妖火的话，也必须去九幽黄泉走一趟。萧炎原以为以他现在的实力，并不需要再为吞噬异火做什么准备，但异火榜前3的异火，天地之间独此一份，这等神鬼未知、天地俱知的神物，又怎么会那般容易收服？药老在萧炎闭关时翻阅了一些古籍，妖火千年一出世，但到现在为止都无人能将其降服，这一点足以证明它的恐怖。所以萧炎一心斗圣的实力可能还真的不够看。药老拿出一卷通体暗红的卷轴，这是他花大代价弄来的9品药方9阴黄泉丹。到时候萧炎收服净莲妖火时，将其打入妖火体内，丹药蕴含的极阴之力会削弱妖火的能力，从而提升萧炎的成功率。而炼制9幽黄泉丹的主材料便是9幽黄泉中才会形成的黄泉血晶。萧炎接过卷轴，净莲妖火对他太过重要，所以他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处于大地深处的9幽黄泉由9幽地冥蟒族掌管，那里是9幽地冥蟒的圣地，大凡要进阶的都会前往9幽黄泉浸泡，而9幽黄泉的泉水至阴至冷，就连药老都不敢真正深入底部。好在萧炎有4种异火，应该能坚持到深处，并且得到黄泉血晶。那里对彩铃来说也是一处圣地。7彩吞天蟒是蛇类神种，9彩吞天蟒更是可以匹敌远古天蛇王的存在。若是彩铃能够在9幽黄泉中成功进化，实力将会突飞猛进。以萧炎如今的实力，9幽地冥蟒族中极少有人能打败他。若他的潜入真的引来了隐藏极深的老怪，药老让他直接撕裂空间预检，他和火云老祖会一起赶过去。以天府联盟的实力，可不会惧怕9幽地冥蟒族。萧炎带着彩铃、小医仙、青灵3人一路直奔9幽地冥蟒族。9幽地冥蟒族真正的大本营身处地底，但地面上也有着众多分支。这个种族是3大种族中数量最多的，也是因为数量繁多，导致他们血统不纯。按他们的长老估计，再这样下去，100年之后，9幽地冥蟒族所拥有的远古血脉将会耗尽。
九幽地渊是进入地底世界的主要通道。萧炎正准备施展空间之力进入深渊时，突然发现不远处有几名太虚古龙一族的人出现。他心神一动，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透过空间传回他的耳中。听到龙王派遣这2个词汇，萧炎脸色一变。虽然他不知道这是哪一个龙王派来的人，但太虚古龙一族的人出现在这里，肯定所图不小。萧炎想着得找个时间去看一下紫妍。太虚古龙一族若是成功统一，实力必然大涨，而凭借他和紫妍的交情，完全可以把他们拉进联盟中。到时候没收魂殿，就是魂族也不敢再小觑他们。太虚古龙的人前来，就是想用北龙岛上远古天蛇遗留的精血以及种种好处，来让九幽地冥蟒族帮他们围剿东龙岛。萧炎将这几人抓住，而后从他们的嘴中得知，3大龙岛已经开始联手对付东龙岛。只不过因为东龙岛出了一名新龙皇，召回了一些在虚空中修炼的长老，实力大涨，所以现在和另外3大龙岛的战况十分焦灼。听到3大龙王不仅请了九幽地冥蟒族，还请了天妖皇族，并且他们还承诺天妖皇族会将新龙皇交给他们。萧炎的脸色彻底阴沉，他没想到那3个王八蛋竟然无耻到这种地步。彩铃上前问萧炎，他们需要前往虚无空间助紫妍一臂之力吗？萧炎微微摇头，现在还不急，只要天妖皇族和九幽地冥蟒族的强者不去，紫妍应该还能坚持。他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将这2族的人给拖延住。萧炎几人一路上避开了九幽地冥蟒族的强者，进入到冥蛇地脉深处。那里有一道足有100丈宽、深不见底的黑暗深涧，深洞之下便是九幽地冥蟒族的圣池十幽黄泉。以萧炎如今的实力，也下潜了将近10分钟才到达深涧地面。那里有一个极其庞大的湖泊，也就是传说中的九幽黄泉。萧炎的手掌一触及湖水，一种深黄色的冰晶就沿着他的手臂飞速攀爬。他微微一惊，连忙运转体内的异火，将冰层融化。见九幽黄泉的阴寒之力如此恐怖，萧炎说等他先下去取到血晶，他再给彩铃护法，让他进入黄泉。九幽黄泉的尽头是一片极其庞大的沙石地面，萧炎目光扫过所有地方，并没有看到半块黄泉血晶。就在萧炎脸色十分难看时，一道极其细微的救我传进他耳中。萧炎缓缓低头，迟疑了一下，手掌猛地对着下方一抓，一道足有100丈庞大的铁链暴露在萧炎视线中。随着铁链的扯出，3大巨道的铁链从淤泥中升起，它们连接着周围巨大的山体上，根本扯不动。而在铁链中央有着一大团漆黑的淤泥，萧炎随手一挥，淤泥散去，露出其中浑身干枯如同骷髅般的人。他的眼中闪过一抹震惊之色，这人的气息至少是一位实力达到3星甚至更强的斗圣强者。就在萧炎震惊这等强者困于此时，后者突然睁开眼，疯狂地看着萧炎，救我，救了我，我让整个九幽地冥蟒族奉你为主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